大家好，跟大家继续田纳西爆炸案的进展。昨天爆炸事件发生后不久，纳什维尔大都会警方表示，他们在爆炸现场区域发现疑似人体遗骸，但爆炸事件的动机仍不明。纳什维尔警察局长约翰·德雷克在周五下午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记者说：“我们发现我们认为可能是人类遗骸的组织，我们将对其进行检查。”他没有透露疑似人体残骸距离露营车爆炸的地点有多近。德雷克表示，在爆炸发生前大约15分钟，将要爆炸的露营车中广播了要发生爆炸的可怕消息。当局表示，当6名警官听到这辆车传来的炸弹即将爆炸的广播后，他们疏散了附近的居民，否则可能有更多的人受伤。德雷克说，他们听到一辆 RV 发出的广播信息，基本上是说它炸弹将在一定时间范围内引爆。警官们立即开始敲门疏散居民，他们不知道炸弹是否会立即爆炸，或者是否在规定时间内爆炸。他说，爆炸真是令人惊讶，事件发生前警方没有得到任何通知，以为可能会是 RV 内的丙烷爆炸，结果证明是蓄意的炸弹爆炸。他补充说，我们没有收到任何威胁信息。德雷克称赞警察的勇敢行为。目前3名受伤的平民情况稳定，至少有41家企业遭到破坏。警方说，此事件的动机尚不清楚。德雷克说，他不想推测，但认为嫌犯不想伤害别人，也许只是想搞破坏，但我们无法确定，直到进一步调查。纳什维尔大都会消防局局长威廉斯旺 （William Swan） 告诉记者，一栋建筑物因爆炸而倒塌，街上其他建造年代久的建筑物也受到影响。纳什维尔大都会警察局周五发布了一张疑涉案 RV 的照片。联邦调查局在孟菲斯的外地办事处正在领导调查。特别主管马特·福斯特 （Matt Foster） 敦促公众提交任何提示或信息。这起爆炸事件导致广泛的通信中断，导致警察紧急系统瘫痪。AT&T 发言人吉姆·格雷尔 （Jim Greer） 告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， 该公司在纳什维尔的网络集线器在爆炸中遭到破坏，纳什维尔地区的服务受到影响。库珀市长对爆炸现场周围的区域实行宵禁，宵禁持续到周日下午4点30分。周五晚些时候，纳什维尔国际机场 VNA 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最新消息说，从该机场起飞的航班在被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暂时停止后正在恢复。但是市长约翰·库珀接受采访时却咧嘴大笑，招致网友批评。根据社交媒体上公布的视频，库珀称他们会非常仔细地检查一切，确保今天不会再发生爆炸。说到此处，库珀突然笑了起来。约翰·库珀的表现很快引发巨大争议。有网友称，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嘲笑自己的城市被炸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为你们祈祷。也有网友发出灵魂拷问，他们是怎么被选上的？不过也不乏网友表示，这叫做不安的笑，这有助于我们在危急时刻缓解心理压力。对此你们有什么看法呢？请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这是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，喜欢的请点赞订阅，谢谢您的观看。